2026年的某一天，一个人安静地躺在一台巨大的仪器里，他没有说话，没有动嘴唇，甚至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音。他只是在脑海里默默地想着一个画面，一段往事，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然后旁边的荧幕上一行一行的文字缓缓地浮现了出来，把他心里正在想的东西几乎一字不差地写了下来。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桥段，这是真真实实发生在大学实验室里的事。一台机器第一次在没有得到你同意的情况下，读出了你藏在脑子里最私密的念头。很多人以为这种读心的本事是人工智慧时代才刚刚冒出来的新鲜玩意儿，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被隐藏了超过150年的惊人真相。原来，为了打开人类大脑里那一扇最神秘的门，地球上最有权力的政府，最冷静的科学家，早就在暗中投入了天文数字般的金钱和心血。他们研究的东西听起来荒唐到可笑，悬浮巨力，隔着千里看穿你的隐私，甚至直接侵入你的思想。可问题来了，如果这一切真的只是迷信，只是江湖骗术，那么像美国中情局，像苏联国安会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情报机构，为什么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几亿的美金，去追逐这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鬼影？他们究竟在那扇门的后面看到了什么？又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如此恐惧？更可怕的是，当年那些顶级的特工和科学家用尽了一切办法都没能完全推开的那扇门，今天可能正在被另一种全新的力量轻轻地、悄悄地从外面打开。而站在门口的已经不再是那些通灵人，而是我们亲手创造出来的机器。今天我们就顺着这条藏在历史阴影里的线索，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必须先提醒你，这趟旅程的终点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自己这颗脑袋的看法，因为你即将发现，这个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也许就是你自己的内心。故事要从一个让整个美国国防系统都紧张起来的传闻说起。时间回到1972年，那正是冷战打得最凶的年代。一份标着机密的报告悄悄地在美国的军方和情报圈里流传了开来。报告的内容让所有人脊背发凉。他说，苏联人正在疯狂地往一个我们完全想不到的领域里砸钱，那就是超感官知觉，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特异功能。更让美国人坐立难安的是，当时有一些苏联实验室的影片被西方的研究人员偷偷带了出来。影片里有人不用碰任何东西就能让桌上的物品自己动起来。苏联人到底想干嘛？难道他们真的相信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美国高层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但有一件事他们心里很清楚，在那个年代，苏联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把宝贵的军费浪费在没有用的东西上。如果对手在认真研究这个，那我们就绝对不能落后。万一这玩意儿是真的，万一苏联真的训练出一批能用意念刺探军事机密的超能力者，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于是美国决定也下场了，他们找上了一家当时赫赫有名的研究机构——史丹佛研究所。2位物理学家普索夫和塔格接下了这个烫手的任务。他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也很疯狂。他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一个人到底能不能用自己的心灵看到千里之外的东西。他们给这种能力取了一个很专业的名字，叫做遥视。接下来登场的是一个让所有科学家都目瞪口呆的人物，他是一个画家，名叫英格史旺。史旺声称，他可以让自己的意识离开身体，飘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观察。听起来像不像疯子在说胡话？普索夫他们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测试的结果把他们吓坏了。实验是这样设计的，研究人员给史旺一组经纬度坐标，一组纯粹的数字。史旺完全不知道这串数字指向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然后史旺就靠着这串数字，把那个地方的道路、建筑、地形一笔一笔地画了出来。在一次有10个目标的测试里，史旺猜对了7次，这个准确率已经远远超出了瞎猜的范围。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当研究人员把坐标指向苏联和中国那些绝密的军事基地时，史旺画出来的东西后来竟然和卫星侦察拍到的照片对得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地球上再也没有任何秘密，再厚的围墙，再深的地堡，
再严密的看守，在一个能用意念旅行的脑袋面前，全都形同虚设。你的隐私，你的机密，可能正被某个躺在千里之外房间里的陌生人看得一清二楚。中情局彻底坐不住了，这个项目被正式接管，后来有了一个响亮的代号——星门。在星门计划里，还有一个比史旺更传奇的人物，他叫普莱斯，本来是个警察。有一次，研究人员让他去遥视一个位于西伯利亚的苏联秘密设施。普莱斯闭上眼睛，开始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说出了那里建筑物的布局，说出了起重机的位置，说出了发射井，甚至说出了保安巡逻的范围。后来这些情报被一一核实，准确得让人发毛。一个从没去过苏联的退休警察，仅仅靠着闭目冥想，就画出了敌人最核心的军事布防图。还有一位代号001的遥视员，名叫麦蒙尼格尔。在他服役的那些年里，他参与了超过450次的遥视任务，从寻找被恐怖分子绑架的人质，到追踪在美国境内潜逃的罪犯，这些通灵人竟然真的被当成了一种正式的情报工具在使用。而当你以为这已经够疯狂的时候，这个兔子洞还要更深。在星门计划的那些分支项目里，有些遥视员被要求去观察的目标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的范畴。他们被要求去描述一些古老的遗迹，甚至有档案显示，他们被要求去遥视100万年前的火星表面。这些泛黄的文件里记录着各种光怪陆离的内容。你越是往里面挖，就越是觉得这整件事已经脱离了我们所能理解的轨道。星门计划一直运作到1995年才正式结束。当这个项目被解密的时候，全世界都震惊了。到了2017年，中情局更是一口气公开了大约1200万页的相关档案。这些泛黄的文件清清楚楚地写着，遥视是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正式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情报搜集能力。请你注意这句话，这不是哪个算命先生在街边吹牛，这是美国最高的情报机构用几十年的时间和金钱得出的官方结论。不过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就在星门计划被关闭的那一年，美国方面其实找来了独立的专家，对这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做了一次彻底的审查。有意思的是，连负责审查的专家内部意见都吵翻了天。其中一位精通统计学的专家在仔细分析了所有的数据之后，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结论。他认为遥视所产生的效应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是真实存在的，他的数据强度甚至已经超过了许多被主流科学所接受的研究。可是另一位心理学专家却完全不同意，他坚持认为这里面一定还藏着某些我们没有发现的漏洞。一边说证据确凿，一边说纯属巧合，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这个项目还是被以实用价值不高为理由给关掉了。但那个横亘在中间谁也无法解释清楚的微小效应，却像一根刺一样深深地扎进了科学的身体里，一直到今天都没能拔出来。那一扇门被推开了一条缝，门后面透出来的光照亮的是一个再也藏不住任何秘密的世界。可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因为如果说遥视只是悄悄地看，那么接下来这一种力量就要直接动手了。如果一个人能用意念看穿世界，那他能不能用意念直接搬动这个世界？在史丹佛研究所那段疯狂的日子里，普索夫和塔格还测试过另一个更轰动的人物，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过，他叫尤里·盖勒，一个来自以色列的年轻人。盖勒最出名的本事就是用意念把金属掰弯，汤匙在他手里会像面条一样软掉，钥匙会自己扭曲变形。很多人说这是魔术，是障眼法，可是在实验室里事情没那么简单。研究人员拿出了2个特制的金属环，一个是铜的，一个是黄铜的。这2个环经过精密的测量，要把它们掰弯需要150磅的力量，一个成年男子徒手都很难做到。可是这2个环就在盖勒的手里弯了。更离奇的是另一个实验，研究人员把一台磁力仪放在盖勒的面前，这是一种测量磁场的精密仪器。当盖勒集中精神的时候，那根指针竟然开始大幅度的摆动。要知道，这台仪器旁边并没有任何磁铁，盖勒也根本没有去碰它，
1974年，这些实验的结果甚至被发表在了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期刊之一上面。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做盖勒效应，来描述这种他们无法解释的现象。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画家史旺玩的就更狠了，研究人员给他安排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在实验室的地底下深深地埋着一台极其精密的仪器，是用来探测那些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的。为了不受任何干扰，这台仪器被一层一层的铝和铜包裹着，外面还灌满了厚厚的水泥，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研究人员让史旺用意念去影响这台被埋在地底密不透风的仪器，结果仪器的读数开始出现剧烈的无法解释的波动，史旺甚至能让他的讯号完全停止，整整停了45秒，没有电线，没有接触，一个人仅仅是在脑子里想了一下，就让一台深埋地底的精密仪器当了机。如果这不是作弊，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人的意念真的可以穿透钢铁和水泥，直接作用在物质上。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苏联人的手里也握着一张同样可怕的王牌，他的名字叫做妮娜·库拉金娜。她不是什么神秘的巫师，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坦克部队的兵。可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女人，却拥有一种让苏联顶尖科学家都为之疯狂的能力。在严格控制的实验里，库拉金娜可以不碰任何东西，就让桌上的火柴、指南针，甚至小玻璃杯自己移动起来。为了排除作弊的可能，科学家把这些物品罩在密封的玻璃罩子底下，可它照样能隔着玻璃让里面的东西动。它甚至能把一颗鸡蛋的蛋白和蛋黄在溶液里分开。据说它不只能移动物品，还能让指南针的指针偏转，让雷射光束改变方向。从1960到1980年代，包括苏联科学院在内的20多家研究机构都曾经认真地研究过它。但库拉金娜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另外2件事。第一件，据说他曾经盯着一只青蛙的心脏，仅仅用意念就让那一颗还在跳动的心脏慢慢地停了下来。第二件更恐怖，一位英国的研究人员曾经亲身体验过它的力量。当库拉金娜用手碰了一下他的手臂，他立刻感到一阵剧烈的灼痛，手臂上留下了一个烫伤的疤痕，整整8天才愈合。当然，使用这种能力，库拉金娜自己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施展所谓的巨力时，他形容自己的身体里有一股灼热的感觉从脊椎一路往上窜，他的脉搏会狂飙到每分钟200下，整个人精疲力竭。这种状态根本就不像是在表演魔术。正是因为库拉金娜这样的人物，美国才会在一份评估报告里忧心忡忡地写下，苏联人正在发展通过某种微妙的无法辨识的手段来控制甚至操纵人类行为的方法。这份报告里用的词叫做苏联心灵能量威胁。你看，双方都怕，双方都信，双方都在拼命地往这个无底洞里砸钱。而把这场意念对物质的较量推向最严谨科学高峰的是一所顶尖的名校——普林斯顿大学。1979年，这所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罗伯特·杨恩，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实验室。他们要研究的问题只有一个：人的意识到底能不能影响纯粹随机的物理事件？他们用的工具是一台随机事件产生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不停抛硬币的机器。正常情况下，出现正面和反面的几率应该是一半一半。实验人员要做的就是坐在机器的前面，用自己的意念去祈祷机器多出一点正面或者多出一点反面。听起来很悬，对吧？可是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经过了成千上万次的实验，他们得到了一个微小但是顽固到无法忽视的结果。当有人在旁边用意念施加影响的时候，机器产生的结果就是会和纯粹的随机产生那么一点点的偏差。这个偏差很小，小到你几乎察觉不到，可是它就是稳稳的存在，怎么也消除不掉。他们甚至发现，当2个感情亲密的人一起用意念影响机器时，效果还会更明显。这个实验室一直运作到2007年才关闭。在人类能想出来的最严格的实验条件下，总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不肯乖乖地听从物理定律的安排。它很微弱，
可他就在那里，固执的，一遍又一遍的向我们证明着某种我们还不理解的东西。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看穿秘密、掰弯金属、影响机器，这些虽然神奇，但好歹还隔着一层仪器。那么有没有一种超自然现象是赤裸裸地当着所有人的面公然挑战我们这个世界最基本规则的呢？有，那就是悬浮。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飘起来，双脚离开地面，凭空浮在半空中，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们从小到大深信不疑的万有引力，那一条把我们牢牢拴在地面上的铁律，竟然是可以被讨价还价的。一旦这条底线被突破，整个世界的物理大厦都要跟着摇摇欲坠。要理解悬浮，我们得先回到那个遍地都是降神会的年代。大约在19世纪中叶，一股通灵的热潮席卷了整个欧美社会。从美国一对声称能和亡灵用敲击声对话的姐妹开始，无数的灵媒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昏暗的房间里，人们围坐成一圈，期待着桌子摇晃，期待着王者的低语。而在这股热潮里，有一个人的名气盖过了所有人，他的名字叫霍姆，一个出生在苏格兰的灵媒。在那个年代，霍姆的名气大到难以想象，他举办的降神会吸引了无数的贵族、名流，甚至科学家前来围观。据那些亲眼见证的人说，霍姆能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桌子会自己腾空而起，看不见的手会在空中弹奏乐器，房间里会响起神秘的敲击声。而他最惊人的表演是一次发生在伦敦的悬浮事件。当时在场的目击者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亲眼看到霍姆的身体飘出了一扇窗户，然后又从另一扇更高的窗户飘了回来。一个大活人就这样在高高的楼层上飘进又飘出。这种事，正常人听了第一反应肯定是骗人的吧。当时也有很多科学家是抱着踢馆的心态来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化学家克鲁克斯。克鲁克斯下定决心要当场揭穿霍姆的把戏。他设计了各种精密的实验装置，比如把乐器关进笼子里，用弹簧秤来测量那股神秘的力量。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克鲁克斯这样一位严谨的科学家用尽各种办法的严密监视之下，霍姆却始终没有被当场抓到任何作弊的证据。霍姆甚至还能徒手去拿烧得通红的炭火，却不会被烫伤。一直到他去世，这个谜团都没有一个能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答案。当然，我必须非常坦白地告诉你，围绕着霍姆，也一直有大量关于他造假的指控和质疑。在那个没有监控摄影机的年代，要在昏暗的降神会现场玩弄一些障眼法并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上，悬浮这个领域恰恰是整个超自然现象里骗术最多、水分最大的重灾区。但这正是这件事最迷人也最让人纠结的地方。一方面，我们有无数的目击证词，甚至有顶尖科学家亲自下场都无法揭穿的案例。另一方面，我们又清楚地知道，这里面充满了欺骗和表演，真相和谎言就这样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谁也分不清楚。到了现代，还有一些团体声称，通过特定的冥想，可以练就所谓的悬浮飞行。当然，这些画面看起来更像是盘腿坐着的人在用力弹跳，而不是真正的漂浮。但这种对于摆脱地心引力的渴望，似乎深深地刻在了人类的骨子里。悬浮的真相到底是人类意念对抗地心引力的终极证明，还是一场跨越了几百年的精致骗局？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悬而未决。不过，比起让身体飘起来，还有一种更深邃的探索，它要送出去的不是肉体，而是意识本身。而这一次下场研究的又是那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美国政府。故事的主角这次是一个叫门罗的人。门罗原本的身份跟超自然八竿子打不着，他是一位成功的广播电台主管，一个彻头彻尾的生意人。可是在1950年代的某一天，门罗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他开始毫无预兆地经历一种非常诡异的状态，他感觉自己的意识脱离了正在睡觉的身体，漂浮了起来，可以从半空中看着躺在床上的自己。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灵魂出窍。一开始，门罗吓坏了，他以为自己是不是生了什么怪病，或者精神出了问题。他跑去看医生，做了各种检查，
可是什么毛病也查不出来。既然躲不掉，门罗这个生意人干脆决定，那就好好研究研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在自己的公司里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发部门，把大笔的钱投了进去，就为了搞清楚一件事，声音到底是怎么影响人类意识的。经过反复的自我实验，门罗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发现只要给左右2只耳朵分别播放2种频率稍微有点不同的声音，人的左右脑竟然会慢慢的同步起来。他把这种技术叫做半球同步。门罗发现，当大脑进入这种左右同步的特殊状态时，人就能进入一些平时根本无法到达的意识层次。在这种状态下，灵魂出窍变得可以被诱发，甚至可以被反复的练习。他在1971年写了一本书，把这些经历公开了出来。灵魂出窍这个词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到这里，剧情又一次反转，门罗这套东西再一次引起了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的高度兴趣。1983年，一份注定要在多年以后引爆网络的文件诞生了，它的标题是门户过程的分析与评估。注意这个名字，门户，也就是一扇门。美国官方竟然亲口把通往人类深层意识的这条路称为一扇门。这份由军方背景产出的文件，内容让所有读过的人都难以置信。他用一种非常严肃、非常技术性的语言去讨论人类的意识。文件里说，人的意识本质上就像是一种能量的波动。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大脑消耗能量的方式就像一盏普通的电灯泡，杂乱无章地把光线散射到四面八方，看起来很亮，其实没什么穿透力。可是，一旦通过半球同步的技术，把大脑调整到那种高度集中的状态，事情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候，人的意识就会从一盏散光的电灯泡变成一道纪律严明、能量高度集中的雷射光束。而当意识变成这样一束雷射的时候，文件大胆地宣称，它甚至可以挣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这份文件还走得更远，它试图用当时最前沿的物理概念去解释这一切。它描绘了一幅令人晕眩的图景，认为我们所处的整个宇宙，从某种角度看，更像是一种巨大的、全息的投影。在那个更深的层次里，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许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是一条单向流动的河流，而是同时并存的。所以，当一个人的意识真的变成那束雷射，穿透了表象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去触碰那些本不属于此时此地的讯息。文件甚至把人在这条道路上能到达的不同深度划分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比如那种身体睡着了，意识却完全清醒的状态。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哪个神棍写的玄幻小说，这是美国政府自己的内部文件，在一本正经地讨论如何通过调整大脑的频率，让人的意识穿越时间和空间。那扇被官方命名为门户的门，到底通向哪里？门罗和那些研究人员究竟在门的后面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才会写下这样一份骇人听闻的报告？几十年来，无论是靠通灵、靠遥视，还是靠这种声音的技术，人类一直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想尽办法去推开大脑里那一扇神秘的门。可是说实话，这些方法都太不可靠了，时灵时不灵，今天能成功，明天可能就失败。那扇门似乎总是若隐若现，不肯被真正的稳稳地打开。好啦，到目前为止，我们聊的都是人类如何开发自己内在的潜能。可是这枚硬币还有更加黑暗，也更加令人胆寒的另外一面。如果意念真的能够影响物质，能够跨越空间，那么一个邪恶的念头自然就会冒出来。能不能反过来，用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去操纵，甚至直接控制另一个人的大脑？在冷战那段风声鹤唳的岁月里，这种想法可不只是科幻小说。当时，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人们渐渐发现，苏联方面似乎在长年累月地用一种低强度的微波悄悄地照射着整座大使馆。这件事让美国高层惊恐万分，他们完全搞不懂苏联人到底想干嘛，是想窃听情报，还是想用这种神秘的电波去影响大使馆里那些外交官的健康，甚至是他们的情绪和判断。
为了搞清楚这背后的名堂，美国方面也紧急启动了专门的调查项目，去研究这种微波到底会对人的大脑和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美国自己在这条黑暗的道路上走得也一点都不慢，有一个如今已经臭名昭著的秘密计划。在那个年代，为了找到能够控制人类心智的方法，这个计划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给毫不知情的人偷偷下药，用各种各样的药物、催眠，甚至更残忍的手段去试图瓦解一个人的意志，重塑一个人的思想。他们想要的是一把能够直接打开并且改写他人大脑的钥匙。后来，当这个计划的部分档案被曝光的时候，整个社会都被他的疯狂和冷血给震撼了。你看，这就是思想入侵这4个字最原始也最狰狞的模样。它告诉我们一件事，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就有一股力量一直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脑袋里那一扇门。他们想的不是如何客客气气地敲门，而是如何破门而入。那么最直接的入侵方式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读心。一个人能不能不靠任何语言和表情，就直接读到另一个人脑海里的想法？这个古老的问题，科学家们其实也用最严谨的方式认真地研究了几十年。他们设计了一套非常精巧的实验，让一个负责发送讯息的人待在一个房间里，盯着一张随机选出来的图片，在心里拼命地把这张图片的内容发送出去。而另一个负责接收的人则待在另一个房间里，眼睛被盖住，耳朵里听着单调的白噪音，整个人处在一种感官被剥夺的放松状态。然后研究人员会让这个接收者从4张图片里把那张被发送的图片给挑出来。按照纯粹的几率瞎猜的话，挑中的机会应该是1/4。可是当研究人员把成千上万次这样的实验结果汇总起来之后，他们发现接收者猜中的比例竟然稳稳地高过了1/4。这个结果再一次和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故事一模一样，效应不大，但就是顽固的存在，怎么也说不清。它就像一个幽灵，几十年来反复地在最严格的实验室里现身，又反复地让所有人争论不休。但是就在我们这个时代，游戏的规则被彻底改写了。时间来到了最近这几年，2024年的年底，一个关于心电感应的播客节目突然在欧美世界爆红，它一度冲上了排行榜的冠军，几百万人戴上耳机，疯狂地讨论着它的内容。这个节目讲的是一群无法用语言说话的自闭症孩子。节目声称，这些孩子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他们似乎可以不用开口就直接读懂别人，尤其是读懂自己父母心里在想什么。在节目里，妈妈看着一张卡片，旁边不会说话的孩子就能在拼字板上把卡片上的内容拼出来。这个节目一播出，立刻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支持的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觉得这证明了那些被误解为智力低下的孩子其实内心无比丰富，甚至拥有超凡的天赋。可是反对的科学家们却提出了非常严厉的质疑，他们指出，这种拼字的方式很可能是旁边协助的大人在有意无意之间引导了孩子的手。换句话说，所谓的读心术可能只是大人自己的想法，借着孩子的手写了出来。后来这个节目的内容越走越远，甚至开始谈论和动物的心灵沟通，谈论濒死体验，争议也就变得越来越大。到底是真正的心电感应，还是一场善意的误会？这场争论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个节目的爆红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思想能否被直接读取这件事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恐惧。而就在大家还在为这群孩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真正的思想入侵已经悄无声息地在严肃的科学实验室里变成了现实。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一幕，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2位研究人员唐杰瑞和赫斯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人类历史的东西，他们把它叫做语义解码器。这套系统的原理说出来会让你头皮发麻。他们先让参与实验的人躺进一台功能性磁振造影的机器里，听上好几个小时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会记录下当大脑处理不同的意思时，血液流动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
他们用一套和驱动现在那些聊天机器人很类似的人工智慧技术去学习这些大脑活动的模式。学成之后，奇迹发生了。当这个人再次躺进机器里，脑子里默默地想着一个故事或者一段话的时候，旁边的荧幕上就会开始流淌出连续的文字。这些文字虽然不是完全精确，但却能准确地抓住这个人心里想的核心意思。举个例子你就明白这有多吓人了。在实验里，有一位参与者心里听到的是一句话，大意是说我还没有拿到我的驾照，结果机器解读出来的文字是他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学怎么开车。你看，虽然用的字句完全不一样，可是那个核心的意思，那个画面却被机器精准地捕捉到了。他读的根本不是你嘴上说出来的话，而是你脑子里那个赤裸裸的念头本身。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这套系统甚至不需要你听到或想到任何文字。研究人员让参与者躺在机器里，默默地看一段没有声音的影片，结果机器居然能根据他大脑的活动，把影片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文字大致地描述出来。也就是说，连你眼睛看到的、心里感受到的画面，都开始能被一台机器读取出来。从别人的话到自己的念头，再到眼前的景象，那一道横在我们大脑和外部世界之间，本以为坚不可摧的最后屏障，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技术给融化掉。请你仔细地体会一下这件事的分量。过去那些通灵人，那些超能力者，他们花了一辈子，冒着被当成骗子的风险，想要证明人可以读懂另一个人的心。可是现在，一台冷冰冰的机器靠着演算法就轻轻松松地做到了。它不需要天赋，不需要冥想，不需要什么神秘的力量，它只需要读取你大脑里的血流。这套系统最初还有一个很大的限制，就是要为每一个新的人单独进行很长时间的训练。可是到了2025年，研究人员又取得了突破，他们改进了技术，现在只需要让一个全新的人躺进机器里看大约1个小时的无声影片，系统就能快速地适应这个人的大脑，从需要几十个小时到只需要1个小时。这扇通往他人思想的门正在被打开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容易。当年苏联人和中情局拼了命想要得到的那一种能力，那种能够刺探别人内心的终极武器，如今竟然以这样一种我们谁也没想到的方式悄然降临了。只不过掌握这种力量的不再是某个有天赋的通灵人，而是任何一个能操作这台机器的人。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紧张到不行了，但先别急，这项研究目前还留着一道至关重要的最后防线。研究人员发现，这台读心机器现在还必须得到你的配合才能运作。也就是说，如果你心里不情愿，你可以在脑子里故意想点别的事情，比如默默的数数，或者在心里列举一串动物的名字，那么这台机器就会被你成功的干扰，读不出你真正在想的东西。在现在这个阶段，没有你的合作，这扇门它还暂时打不开。可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恰恰就是接下来这一点。开发出这项技术的科学家自己，反而是站出来发出最严厉警告的那群人。他们亲手创造了这把钥匙，却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心灵隐私。他们严肃地警告，这种读取大脑的技术绝对不能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随便使用。他们呼吁，这个世界必须赶快立下规矩，去保护人类最后的这一片净土。你听出来了吗？这才是标题里那一句顶级专家警告真正的含义。那些最懂这项技术的人，正是最害怕它的人。而这一次，这个曾经被通灵人和科学家争论了上百年的幽灵，似乎终于要被技术的力量彻底地具现化了。读心已经不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除了那种让你躺进大型机器去读取血流的方法之外，还有另一条更激进的路。如今已经有公司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把一枚小小的晶片直接植入到人的大脑里，靠着这枚晶片，一些瘫痪的病人竟然真的能够只用自己的念头，就在电脑荧幕上移动游标，打出文字，甚至操控机械手臂。这在过去是只有神话里才会出现的场景。
当读取大脑这件事从科幻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生意，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就血淋淋地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你脑袋里的想法到底算不算是你的个人隐私？当有一天，你的脑电波数据可以像你的指纹、你的位置一样，被某家公司随意收集、被储存，甚至被拿去买卖的时候，这个世界又该拿什么来保护你？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威胁，已经有国家率先行动了起来。在遥远的南美洲，智利在2021年做了一件开创历史的事情，他们直接修改了自己国家的宪法，把保护人民的大脑活动和神经数据正式写了进去。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在宪法的层级上去保护所谓心灵隐私的国家。紧接着在2023年，智利的最高法院更是动了真格，他们审理了一个案子，最后判决一家收集了某位人士脑部数据的科技公司必须把这些数据彻底删除干净。人类第一次正式的为自己脑袋里的那一点点念头筑起了一道法律的高墙。可是这道墙真的挡得住吗？好了，让我们把这条跨越了150年的线索从头到尾再串一遍。从维多利亚时代飘进飘出窗户的灵媒，到冷战时期用意念停止心跳的家庭主妇，从中情局解密的1200万页谣失档案，到美国军方那份讨论意识穿越时空的门户报告，再到今天能读出你内心独白的人工智慧，100多年来，人类对自己这颗大脑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么，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到底该相信什么？我必须非常诚实地说，如果你去问那些严谨的怀疑论者，他们会告诉你，这里面的绝大部分恐怕都站不住脚。很多所谓的超能力，最后都被证明是巧妙的魔术，是实验设计的漏洞，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库拉金娜可能藏着看不见的细线，霍姆可能玩着昏暗中的障眼法，那些通灵人的成功率很多也经不起最严格的重复检验。从科学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超自然能力能够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稳定的、可重复的表演出来。这是事实，我们必须坦然面对。可是，这里有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矛盾。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是无稽之谈，那么为什么地球上最精明、最现实、最不相信眼泪的那几个情报机构和顶尖大学会心甘情愿地把如此巨大的资源和时间投进这个看似荒唐的领域，而且一投就是几十年？答案或许很简单，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件事万一是真的，那一个代价他们承担不起，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敌人能用意念偷走国家的最高机密，他们也必须去研究、去防范。这是一场关于恐惧的豪赌。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过头来看懂这个标题里所说的那一股正在思想入侵的黑暗力量到底是什么了。它从来都不是什么来自地狱的恶魔，也不是什么张牙舞爪的鬼怪。那一股真正的黑暗力量，是一个正在我们眼前缓缓浮现的无比冰冷的事实，那就是你的大脑，你的内心，那个你一直以为是全世界最安全、最私密，只属于你一个人的角落，可能根本就不是一间锁得紧紧的密室。过去100多年，那些通灵人拼了命也没能可靠地推开的那扇门，今天我们亲手创造出来的机器，也许真的能把它撞开。当你内心最深处的念头都可以被一台机器读取，被一行一行的文字打印出来的时候，所谓的隐私，所谓的自由，所谓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你，又还剩下些什么呢？这里面藏着一个最大的讽刺。100多年来，我们苦苦追问的一直是同一个问题：人究竟有没有那种超越肉体的神秘力量？无数的通灵人，无数的科学家赌上了自己的名誉，甚至自由，想要证明这种力量的存在，却始终没能拿出一个让所有人都闭嘴的铁证。可是兜兜转转到了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竟然以一种谁也没料到的方式揭晓了。那种能够看穿内心的力量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只不过掌握它的从来都不是我们人类自己那一颗神秘的大脑，而是我们亲手用细片和演算法一点一点堆砌出来的造物。我们花了1个多世纪去寻找一个能读心的超人，
到头来却发现，那个超人竟然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机器。悬浮、巨力、摇式，这些曾经让我们如此着迷的超自然奇迹，到头来也许都只是这场漫长探索路上的一段插曲。真正的高潮，真正的考验才刚刚拉开序幕，而我们现在还能拿来保护自己的，竟然只剩下心里默念的那一串动物名字。这道最后的防线又能守多久呢？那扇门的另一边到底站着什么？是让我们进化的力量，还是吞噬我们的深渊？没有人知道。我只希望，当我们终于把那一扇门彻底推开的那一天，站在门口迎接我们的是光明，而不是我们自己亲手释放出来的另一头巨兽。